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世嘉 MD 平台的新游戏《疯狂机甲》，也叫做《疯狂猎杀者》。这款游戏严格上来说不是新游戏了，因为1994年的时候，本作就推出在了个人电脑平台。同年呢，还推出了 PC、CD 的移植版。在推出世嘉 MD 版本的时候，遇到了困难，因为芯片涨价。卡带的价格呢也就水涨船高了，所以最终呢没有获得世嘉的发售许可。97年的时候呢，本作还推出了 PS 的复刻版，增加了一些新的招式，画面和音乐效果呢也得到了一些进化。但很遗憾啊，98年的时候原厂家呢就破产了，所以直到了2020年才在各方的努力之下推出了世嘉 MD 的版本。这个版本和原版相比呢是有所缩水的。你像 PC 的版本是可以选择3个机甲的，但本作呢只能选择1个。咱们就更不要奢望 PS 平台那些新的招式了。但作为一款16位的游戏呢，本作的素质仍然是非常出色的。它骨子里啊更像是一款格斗游戏。因为呢，你有必杀技，有轻攻击，有重攻击，有跳跃，有防御。招式方面呢，下前攻击是飞行道具，前攻击呢是突进技，下攻击呢是升龙。因为骨子里是格斗游戏啊，所以玩家呢可以开发出一些连续技。比如说打 BOSS 的时候呢，我就喜欢跳跃攻击，落地之后2个下段轻攻击，站立轻攻击，然后再接一个突进技，这样一套下来，一个小兵就差不多了。不挂的话呢，他也晕掉了。游戏的长度呢，也算是比较合理吧，一共是6个大型的关卡。通关一次大概要半个小时左右，而且关键啊，本作的人物贴图非常大。因为小的时候玩游戏呢，我有一个看法，就是贴图越大的游戏越好，游戏的素质越高。这个观点啊，在进入了次时代之后啊，才有所变化。游戏当中的道具啊，应该就只有这一种，就是回血的道具，需要进行攻击。咱们现在打的这个呢，就是第1关的 BOSS 了，也是一个机甲。咱们现在操作的呢，也是一个机甲。这些机甲是怎么来的呢？游戏的背景故事啊，是设定在2142年，这个很远。军方呢发现了一艘战舰，这个战舰是上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，里边呢有几百台机甲，让军方就拿出了2台作为实验。其中的一台呢叫做猎犬，另外一台叫做狂犬。咱们现在操作的这个就是猎犬。实验的时候呢，拆除了猎犬的自动驾驶装置，改成了人为驾驶。实验过程当中，军舰上的中央电脑叫做欧米伽，突然呢暴走，控制了所有的机甲，向人类呢发起了攻击。这样的话，唯一这台没有被控制的猎犬就被委以重任啊。咱们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摧毁军舰上的电脑欧米伽，并且呢要击败他的宿敌啊狂犬。这里是第2关了，出现了新类型的敌人。这种球啊，现在还不可怕。那到后面呢，有红色的版本，那个版本啊更加的恶心，因为体积比较小，你很难击中它。敌人打完之后呢，再回头捡血。这个操作在很多的轻版动作游戏里是通用的。高的敌人咱们就一个升龙打下来，这个手感真的是非常不错呀。
其实它已经不输很多的属性游戏还有 PS 游戏了。而且本作还有一个对战模式，和小伙伴呢可以一起玩。对战的时候真的就是格斗游戏了。哇，这发子弹啊跟了我这么远。空中2个电球把它打下来。用飞行道具来打吧。这招之前也说过，是下潜攻击。这个敌人这么远，那防御的话呢，是同时按轻攻击和重攻击。这个操作啊，有一点和我之前接触的格斗游戏不大一样，所以呢，一般情况下我是想不起来防御的，都是在进攻。机甲呢是可以2段跳的，可能是有喷气装置吧。这种小的机器人非常恶心啊，你只能蹲下来打。清完了小的，咱们再打大的。这种木压技呢，你可以自己组合了。第2关的 BOSS， 第2关的 BOSS 呢就是狂犬啊。它呢自动驾驶的装置没有拆除，所以说它现在啊是由中央电脑，也就是欧米茄来操作的。那在游戏的中后期，它进化出了自己的意志。咱们即使拆除了电脑，它也会跟咱们做最后的对决的。弱点啊就是对空。好的，这样就打完了，剩了2根血，它就逃跑了。过关之后啊，血量自动补满。第3关，大家看后面的城市啊，非常具有未来感。毕竟这个年代设定在120年之后了。那在游戏当初推出的时候，年代应该设计在150年之后。这种绿色的机甲总想飞，所以你在地面很难能够用连续技来打到它。咱们多用突进技赶路啊，因为游戏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。如果你选择高难度模式，那可能40分钟你都打不完啊。抓我！近身按重攻击呢就是投技，而且在空中也可以投敌人。这里有补血道具，捡了。这里的小红色的机甲就是第1关 BOSS 的缩小版。到底呢，他是砸了我一下。一般的小兵啊，其实都很好对付，比较难的呢就是 BOSS， 尤其是后面第5关的 BOSS。最终的狂犬呢也不好打。像这种敌方的组合，一个呢是远程，一个是格斗技，这样也不好处理，因为远程呢会对你放冷枪啊。空中抓人这一下可能是抄了街霸的春丽的投技，非常像啊，形态特别像。主人公机甲的空中压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一般连续技呢都用空中攻击进行起手。当然了，自古武功呢出墙角，最理想的还是把敌人呢逼到屏幕的角落，堵在里边，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了。
这两个一起壁咚啊！咱们现在身后看到的那个军舰，就是欧米茄控制的。或我先打一个吧。哎，他自己钻进来了，自投罗网啊！补血道具，你再听 BGM 就知道了。BOSS 战，第3关的 BOSS， 这个货啊，经常用腿踢人，而且他这个腿啊踢得还很高，有一定的对空效果。这是晕了，好，一套连。感觉他这个动作啊，有点像街霸的维加，尤其是这几脚。哦，还有空中踩人这一下，特别像啊，他就是没有发电穿人那招。所以为什么我说它是格斗游戏？3关过去了，来了一段剧情啊，这个战舰起飞了，开始轰炸城市。战舰看起来像一把手枪啊，结果呢，它竟然是一个轰炸机。城市一片废墟了。第4关，第4关开始呢，你会感觉到游戏有难度了。像这里呢，直接上来4个敌人。那格斗游戏呢，1打2都很困难，你别说4个了。幸亏 AI 啊，水平不是很高。这种小机器人呢，会扔手雷，还会跳起来踢你，其实很灵活。敌人如果是单一的敌人还好说，这种兵种之间的配合实在是比较麻烦。尽量往前带屏幕啊，咱们快一点打。好，这像不像街霸布兰卡的那招啊？因为原作是94年的嘛，那个年代的格斗游戏或者动作游戏很多，不可避免的会借鉴街霸。他想跳出来啊，及时的给了他一个升龙。2个紫色的，这个升龙对面防住了，虽然是杂兵啊，也会防御。关厕所，这2个货好抗打呀！刚刚这个升龙呢是接不上的，这种红色的敌人特别难对付。用突进技打，因为它的贴图比较小，起身的时候呢看不清楚。黄犬又出来了，带了一个这种电球，更难打了。剩了2个血又跑，这里出现了新类型的敌人，也是紫色的，但是呢，看起来它是力量型的，比较笨重。招式啊，就是跳起来扔炸弹，跳起来被我抓下来。这关可能是快 BOSS 战了。哦，刚刚我这套连技，其实连技完了之后，最好的选择啊是防御啊。3只，
不防御的话呢，你可以赌对方出招慢，这样你可以升龙打到他。你其实突进之后啊，还是对面优先打你的。又来3个，推到角落呀！一起来3个，没想到3个一起我都能顶得住了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有一招非常特别啊，他胸口呢有一个空气泵，它可以把你吸过来，然后再抓你。BOSS 刚刚是晕了。又晕了，好，没有血了，剩半格。这个货还算好打吧，但注意啊，不要跳得太刻意，就是他起身的时候跳跃压制他可以，否则呢，他的重拳啊能够把你打下来，具有一定的对空效果。第5关了，咱们登上了这艘军舰。看后面的背景啊，这个背景让我想起了火枪英雄。其实 MD 的机能真的非常强，大家想一下当年玩过的经典游戏，画面其实非常好。船上还有炮台，这个炮台啊不能移动，非常好打。哎，有人放冷枪，抓下来，一套连没了。这种连续技啊，打起来其实手感是非常棒的。其实有一点让我想起了 MD 平台的悠悠白书魔枪统一战。这个打击感啊，连续的手感有一点像。啊，我最讨厌的敌人啊，这个红球。有时候他起身呢，还会偷袭你，发着电往前冲。啊，就这样，太讨厌了。关键是体积小，不好打。2个紫的，紫的应该是比绿的要抗打一些，高级兵种吧。2个炮台，咱们先打1个啊，脚不要落地。大家注意细节啊，就是咱们垂直跳跃和斜向跳跃，这个攻击的姿势还不一样。把2个摔在一起，好的，进入军舰内部。第5关严格来说算是最后一关，因为第6关的话，整体是一个 BOSS rush。BOSS rush 是不是都和卡普空学的呀？哦，这2个机器人不一样，型号不一样啊。这种闸门呢，落下来的时候会压到人的，要小心一点，会压到掉血。看一下哦，这2个机器人3个紫的，型号呢是混合的，2个轰炸，1个格斗。没连上，刚才这下没连上，连血。来了个红机甲的。晕了，
升龙，这个货很抗打的，打了2套啊。又来了一个哦，他会突进，应该是比紫色的更强，还会摔人。开门 ，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啊，是除了狂犬之外最难打的一个。你跳跃攻击呢，很容易被他的剑砍下来。但是啊，作为剑士啊，他下盘比较弱啊，站不稳。我们经常偷他下盘，用动脚就可以了。晕了，晕了！给我一套连，攻击范围太广，最后相杀。这样的话，最终关了。最终关全都是 BOSS 啊，但这个 BOSS 战啊 ，BOSS 血量不多。不过到后面呢，它是会和小兵一起出现的，所以难度还是挺高的。再加上是连战，第一关的 BOSS 很简单啊。好，第2关的动作比较像维嘉的那个。晕了，哎，防住了，我没连上啊。出进，第3关的 BOSS， 这个家伙像兔子，带了2个红色的小兵，红色的呀，红色应该是精英怪。血量掉了一半了，把这个血减了吧，没加满，差了半格啊。好，把这个货也干掉了。第5关 BOSS， 这是刚刚打的这个5根血，下盘不稳啊，咱们偷他下盘，晕了，抓我。远距离防御，我终于想起来防御了，防的还很是时候啊！偷下盘啊，这个打法呢，在格斗游戏里也比较常见啊。最通常的呢，就是拳皇里的追拳虫，放飞行道具，等你跳过来呢，再打你。好，这里打的就是主电脑啊，欧米茄。它本身会放电，再加上2个浮游炮，我不动呢，它也不放电。升龙，遇事不顺升个龙啊！下面呢是拖出环节啊，这个战舰要爆炸，小心不要被这个碎片砸到啊！砸到的话很容易啊，你就站不起来了，一直砸你。会掉很多血啊！路上的加血道具我都没来得及捡，逃命啊！逃命要紧。后面呢还有一个最终 BOSS 战，猎犬对狂犬啊！先是空中压制它，好，又来这个打法了，这。下重脚，踢倒，哎，他也会放飞行道具，他晕了，他还剩3格半变身，变身之后啊更灵活了，刚刚这个套路呢不一定管用了。在空中抓下来2次，
哎，第3次没抓到啊，给了我一个升龙。好的，这样通关。游戏玩起来还是非常爽快的，尤其是它这个打击感，我觉得超越了世嘉 MD 平台绝大部分的动作游戏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世嘉 MD 平台的新游戏《疯狂机甲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